贼军企图攻破江南大营，却故意佯装要进攻苏州、常州，以此迷惑清军。同时，他们还另派一支队伍从溧阳进逼宜兴，攻入武进的下溪、黄里部一带，兵锋距离常州仅有40里。当时，王有龄正领兵驻扎在杭州。早在己丑年冬天，何帅于常州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军饷问题时，他就曾上奏朝廷，请求让王有龄共同会办军务。庚寅日，王有龄调派驻苏州的威震军1000人抵达常州。辛卯日，副将周天福率领的数营兵力从浙江赶到了常州。接着，江南大营新招募的数千潮州兵勇也从浙江赶到了常州。何帅先后调遣防守扬州的总兵马德昭以及支援浙江的参将罗锡贤，各领兵3000前往救援金坛。随后，何帅又指令马德昭等人支援常州，改派周天福和潮州兵勇前往支援金坛。此时，贼军已全数撤出武进，转而集中兵力围攻金坛。闰3月丁酉日，贼军攻陷句容。自此，清军江南大营的后方补给线被彻底切断。戊戌日，张玉良率领的援军抵达常州。其实他还在途中时，就已经接连收到何帅的调令，命他率军支援江南大营。待张玉良全军到达常州后，何帅更是连番送来家给予书和令箭，催他立刻率军支援。何帅却说道：“他难道不知道我要守常州吗？”因此截留下了张玉良的部队。何帅又再调马德昭的部队前往支援，但同样被何帅阻止。己亥日，罗锡贤的部队从宜兴抵达常州。庚子日，熊天喜的部队也从广德赶到。先后抵达常州的各路援军总兵力此时已达2万数千人。王有龄到浙江任职后，何帅如同失去了左膀右臂。王有龄通过驿站每天向何帅发送一封信，将他身边的事务安排得非常周全，并告诫他千万不要离开常州一步。还在信中说，在这艰难的时期万众瞩目，大家都会以大帅的举动来决定自己的行动，一旦大帅脚步动摇，军心就会彻底崩溃，局势也就不可挽回了。王有龄这番话确实看透了何帅问题的症结所在，并对症下药，给出了针对性的劝诫。当时常州一带并没有贼军活动，何帅却用加急奏章向朝廷报捷，汇报了常州、镇江地区的军情，表示已将常州、宜兴、镇江、丹阳、金坛5条战线所需的兵力全部交由张玉良统一指挥，自己则要全力保卫苏州、常州。虽然这篇奏章的措辞慷慨激昂，但实际上他的真实意图却是拥兵自重，保护自己罢了，早已将金陵大营的安危置之度外。辛丑日，贼军主力已经全部集结到金陵城外，逼近侦察江南大营，发现清军的营寨大半空虚，贼军大举四面围攻，并猛烈冲锋，即使伤亡惨重，也绝不后退半步。副帅张公亲自督战，激励将士们与贼军血战7昼夜。然而贼军越聚越多，清军粮饷不济，外无援兵。当时营中能打仗的部队大多被留驻常州，尽管接连发令调军前来支援，结果却没有一兵一卒赶来助战。戊申日，天降暴雨，雷电交加，狂风之后又下起大雪，积雪厚达1尺多，气温骤降，许多将士被冻僵。兵勇们连续多日聚集到王俊帐下，嚷嚷着讨要军饷，讨要不成后，竟冲到闹市中大肆抢掠，军官们根本无法制止。己酉日夜里，清军各营突然起火，王俊的部队率先逃跑，何帅的部队也跟住逃走，于是军纪荡然，整个大营都纷纷溃散。何帅与帮办军务的光禄四卿徐乃昭、议长王俊等人狼狈逃往镇江。仓皇之间，被抛弃的饷营、炉灶、帐篷和军械等物资不计其数。张公的部队还没有开始撤退，就听说何帅的部队已经先行逃跑了。张公跺脚悲叹道：“8年的心血毁于一旦。”他悲愤至极，想要自杀，被部下拼命拦住。第二天，他亲自率军断后，掩护自己的部队有序地撤退到了镇江。贼军见其军容严整，不敢追击。何帅担心和张两帅向朝廷弹劾自己，急忙去信慰劳两人，请他们领军防守丹阳。何帅带着自己的部队先到了丹阳，派遣总兵熊天喜到白兔安营。张公召集溃兵，于2天后率领13000人抵达丹阳，并命令总兵冯子材带领12000人防守镇江。张玉良从常州城西南5里到西北方向，绵延不断扎下20座军营。何帅上奏朝廷，表示丹阳以上的军务由何春、张国良负责，常州的军务由陈宇、张玉良负责，待部署妥当后将反攻溧阳。其实这些说法全都是空口无凭的谎话。何帅催促和张两帅率军支援金坛，但是清军刚经历了惨败，士气低迷不振，还没来得及休整，贼军就已经从金坛的耳村出发，绕道抵达了丹阳南面的大路，与清军将领马德昭在奔牛一带展开激战。
于是贼军又转而进攻吕城，切断了常州与丹阳之间的大路。此时驻守白兔的总兵熊天喜已经兵败自杀。癸亥日，李秀成率领10万大军逼近丹阳，只因忌惮张公的威名，不敢贸然进攻，而是步步为营，缓慢推进到城下。张公打开丹阳城南门，率军出城迎战。李秀成的部队见到他的旗帜，人马纷纷惊惧退却。然而此时的清军毕竟是刚从溃散中重新集结起来的部队，连日向常州方面索要军械，粮草未果，现在阵前临敌再次不战而溃，而贼军却按兵不动。张公率领清军奋勇冲杀，但是溃逃的兵勇拥堵在大路上，使他们根本无法前进。贼兵趁机混进四散奔逃的溃兵中，突然袭击了张公，导致他身负重伤。张公仍挥刀连杀数名贼兵，在策马退过引弓桥时跌入河中而死。第二天，和许二帅仅带12骑人马逃往常州。何帅听闻丹阳失守，大惊失色。当时负责管理粮台的前按察使查文京暗自揣摩到何帅的意图，就联合其他官员薛焕、王朝伦、英禄联名上书何帅，请求他退守苏州。何帅看到这份文书后非常高兴，立即上奏朝廷，表示何春已经抵达常州，军务仍旧归他督办，而他自己则打算驻守苏州，筹措粮饷以支援前线。当晚，数百名常州士绅、百姓和德高望重的老者手持香火，集体跪在辕门外，请求何帅留守常州。不管是查文京出面劝解，还是派兵勇挥鞭驱赶，这些群众都不愿意离开。何帅闻讯大怒，立即下令用洋枪向群众射击，当场打死了19个人。此前，何帅已经暗中派遣清军护送他的父亲和2名小妾逃往通州，他自己却公布告示，禁止百姓撤离，并派出兵勇严查各个城门。士绅和百姓们愤怒地说，他这是要把我们逼上绝路，自己贴告示说不走，无非是为了掩盖他想独自逃走的私心，不如把他强留下来，让他和我们一起死。4月乙丑日，士绅和百姓们再次聚集，拦路阻止何帅离开，大家群情激愤，声势更加激烈。何帅见状害怕了，就换了便服走小路脱身而去。当他步行走出东门上马时，正好遇到知府平汉在城外巡查。何帅以为平汉是来追捕自己的，竟然举起洋枪对准平汉，威胁他退开。平汉见状只得避让，何帅随即策马狂奔而去。他的随从早已在10里之外等候，并在运河边准备好了船只。就这样，何帅带着500清兵抛下常州逃往苏州，而查文京借口护送饷银，已经提前1天乘船逃跑了。城中的其他文武官员也纷纷逃散，只剩通判诺木欢部独自坚守在危城之中。清军各部队听说总督已经逃走，也都相继溃散，逃往苏州、杭州。溃兵一路纵火、洗劫、杀人，犯下累累罪行。当贼军的先头部队逼近常州时，城外只有张玉良的部队还在。为了加强防御，他下令将与城墙相连的民房烧毁，但兵勇们却趁机大肆劫掠。接着，从丹阳逃来的溃兵也加入了抢劫的行列。很快，贼军就接踵而至。丁卯日，张玉良率军在城西迎战，贼军一面接战，一面分兵从小路偷袭常州。城内守军叛变降敌，开城接应贼军。清军腹背受敌，张玉良只好带领手下的残兵败将撤退到无锡的高桥。城外房屋被烧毁的百姓无处栖身，都纷纷逃入城中协助守城。城内粮台仓库里尚存白银74万两，以及大量米、盐、柴、油等物资。士绅中有一位举人和一位医生倡议推举通判担任城主，组织民团苦守常州数日。然而到了庚申日，常州最终被贼军攻陷，通判和那2位提议守城的绅士均战死。城内百姓惨遭贼军屠杀的死难者尤为众多，这是因为何帅此前严禁城内百姓撤离，导致许多百姓未能及时逃走。何帅逃到苏州时，江苏巡抚徐庄闵公有人拒绝放他进城，并下令道：凡是跟随总督的人，一律不许放进城来。随后，徐公上奏朝廷，弹劾何帅擅自弃守常州，致使全军溃败，以及纵容清兵沿途烧杀掳掠等大罪。后来朝廷下旨将其革职并押解进京审问。何帅见无法进城，只好逃到苏州郊外的虎树关暂住。不久，何帅也从常州败退到了这里，绝望自杀。何帅则继续逃窜，跑到了常熟。当地的士绅百姓联名上书，表示常熟只是一座小城，不必烦劳总督大人亲自驻守，请移驾别处，以免招来贼寇。何帅竟厚着脸皮说清兵缺军饷，无法上路。于是士绅和百姓们凑了1000两银子做军饷，另加200两银子的礼金，只求他赶紧离开。何帅躲在船上赖了3天后，宣称要到上海借洋兵助战，这才乘船逃往上海去了。